也是很猛的，只不过感觉他们求生者打的会比较果敢一点。对你像前几个赛季都是前3，是的，对就你会感觉到，哎，偏偏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选幸运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是就这种感觉。是还是应该要这么选，因为他们要把幸运儿这个位置堵住。对幸运儿这个位置堵住的话，你起码在第一时间上我是可以摸到个箱子的。有箱子，有一个包裹，2个道具一拿，起码你不可能都飞吧，顶多飞一个。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幸运儿的牵制就会比较的容易。啊。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是准备奔着幸运儿而去了啊。其实我觉得啊，跛脚羊追逃脱大师未尝不可，还能破一个化险为夷，看看小谎言怎么想。但这边是直接想去找赤红的位置，找赤红的话，相当于破解的这个 OB 体系嘛。但是问题是，弓箭手是非常弓箭手非常克制跛脚羊。对，就是你想处理它，但是它本身也很强。先插眼。这样的话压制一下位置，前面的话有个平地刀，就会先选择去放围龙。围龙之后直接交一个避弩，然后原地等待。哎，但是撕裂等没消哦。对，他不能完全等待掉。那这样子一个转龙过来，再过去可能就眩晕了，对，掉了，废掉了啊。虽然说刚才那个没哇，这博弈博到了，没办法。那刚才那个龙扔这个箭没有一箭穿心，但是也够了啊。这边再补一个避，但这边一个落地刀有吗？呢，再补一个飞轮。我发现赤红总是玩这种极限操作，你知道吗？但是很有用啊。玩到就是赚到，前面的话已经前面要给第一刀了，哦，还在木压，钻回来要给第一刀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愿力也是有机会能够续上的，哦，这剑的话空掉了啊，龙骨弓空掉了，那没什么办法，这个牵制的话其实也还 OK， 对，而且他手里留一个龙骨弓的话呢，有可能进行一个3-6啊，2-6一般是直接倒走的啊，看要不要进行那个3-6。看一下这个位置，把人挂上，其实脸上密码器通电，那手上窥视者这边也很难去干扰到密码器的一个破译啊。是的，阿策这边执行一个依旧，那逃脱大师和幸运儿是可以吃满这个观众效应的，而且逃脱大师那密码机应该是要压着吗？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要压这个观众效应。压着的话，下一波执行救援。放围龙，这摇路易扯吗？直接扯了。对的。那就打到赤红的一个针对刀，压着密码机，阿策想去补阿策一刀啊，不过还是给他补到了。小谎言这个笼子的定位也是非常的准，但其实效果上面来说的话，不会特别显著，因为木偶师他不会再出现了。对的，木偶师不会再出现。那你2次节奏的话，基本上密码机会够，因为你现在倒地牵过去的时间会非常久嘛。对，牵的时间久，做的时间久，做的时间久的话呢，我还修的就快。对，你看现在这个进度已经开始在动了，然后把人挂上之后，其实外围密码机就差最后一台。是的，不放心的话可以挪个椅子，对不对？往密码机远处再挪一挪，这样缓解一下阿策的压力，只能逼迫小谎言回去守椅。围龙，但是没用，脸上直接当面拆。但是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吃更多时间的一个观众效应了，对的，要不然可能救不下来风险啊。这样是弓箭手过来扛到了这一刀啊。那弓箭手扛到这一刀的话，密码机应该是不够的啊。但是好在说他倒地之后再挂上就够了。就现在的话，就基本上要拖这个挂椅时间。对，卡梦要是能变出一把枪来，可能有个机会。对，但是应该会有点难，比较难啊。这边脸上的话就有一个椅子，但好在说离到最后台密码机距离比较远。是的，直接是贴船，然后这个撕裂值也不在乎了，反正满就满吧。没错，这是什么弓箭手的诅咒是吧？过来看一下阿策这一波能不能扛住压力啊！刚才阿策不出现了，但是这波有3-2-6的机会，还是我也看一下要过来，给到一刀，哎呀，差一点点，笼子消了，但是无所谓，能击倒。那还有一波手椅节奏，然后脸上幸运儿这边的破译，手上有瓶香水，看能不能把这围龙给废掉了，可以。是的，但是手里还是有愿力的，应该还是要继续打卡梦，不可能让你回去修的。飞轮赶路进板，进到了。那这样这个笼子不是特别好拿刀了。对，哇，卡梦不太敢翻过去。不过其实离后面交互点还是比较远的，离后面这个笼子可以尝试翻一下。哦，感觉是要硬追啊。是的，因为硬追之后能够把卡梦留到这边。不过逃脱大师还有一个逃脱术没有用啊，还可以换椅子。看看 GR 这边是要起心机，还是干脆等卡梦倒了之后直接把它挪移走。倒在角落了，那这台密码机应该是能压的差不多了，因为挂过去之后，基本上密码机是能压好的。对，这边有个地下室，
看一下要不要强挂一波地下室。我觉得可以试试地下室，因为反正知道密码机肯定守不住了。只要地下室的话，我这样有个比较选择挂外面，挂外围，这样的话离门稍微近一点。感觉主要还是地下室这个距离比较远啊。但是把椅子换过来的话，有个风险在于压密码机的人必须赶得比较远一些。对，不过选择好像是要来一手无伤救，然后再一起去压密码机。对，不过没事，其实能够给到密码机的支援也会多一些啊。这边再逼一点愿力，然后吃刀就可以亮了。阿策那边已经准备去贴门了，没错，但是他想等愿力攒满。对。哦，那不能，你摸箱子的话那不能给啊，摸箱子不能给。哦，这边走位上稍微有点迷茫，但是无所谓，好像想过去找一下无心的麻烦。那这边的话，其实道具上面是不太够的了，看一下这边空地能不能去把这个围龙扭掉，没有扭掉。传送是好的，看一下这波是先挂上，再用传送压迫，顺便用自己特别多的愿力来排一排。万一可以排到幸运儿的话，就更省事儿了。没错，不过阿策已经在脸上给机会了，给这个卡住位置，卡住耳鸣了。因为满状态的木偶石其实还是有一战之力，但问题在于说小黄鱼这边的一个愿力值非常充足，而且很果断，感觉这边月龙过来是出不了门的。看一下，把人找回来，一个打回去，能走吗？这个点好像走不了，走不了，起来，走不了，因为我的天，愿力太多了，这个位置打的话风险很大。那这样子的话，卡蒙被迫要压过来，有把枪，但是这里还是有愿力。看一下这边围龙怎么说，把人照到，想去钻龙躲枪，这边两个人博弈，看一下能不能博弈掉了，是很关键，很神秘啊。对的，围龙掉了，再补上一个围龙，转回来了，哦，我的天哪！直接是完成了一个4抓，这个开门战小谎言的这个赛季的第一把4抓来了。对的。但这张地图其实邦邦，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一个特别优势的地图。那肯定啊，对，这个地图邦邦不是很好打，它高低差很多，然后高墙也比较多，先博弈一番的，尤其是但防红它的一个数据面板的一个4抓率是吧来看，我觉得还是可以信任一手啊，胜率高达40%的一个邦邦。对的，这边一个区域选择的话是大房的幸运儿。然后右上角的宙斯是把宙斯给保护起来，但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幸运儿还是相对有点危险啊。是因为他这样的区。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直接看一下年仅这一波第一个追击的人会是哪位选手。幸运儿未来已经准备上2楼了，然后马伟也在2楼上，2个人2楼一边站一个啊。对，就尽可能的说延缓一下我们的一个被追时间。是的。但这边排点的话是排了1楼的方向，但另外一边宙斯可以持续爆点给这边的木偶师。对，那木偶师的话呢，也是通过一个荡绳到了河对岸，然后再往下走呢，这边新人登场，就准备扛一下压力啊。但木偶师牵制邦邦的话，会有一定的被压制到，有一定被压制。对，但还是起码能兜一下下线。这边一个落地，雷应该是要被炸了。哎呦，没交到。那这边少变是路易的话，平地有刀的说法，先失去，但其实不着急出刀，架住位置了呀。对的，5秒雷，手里雷的话，看一下能不能连上。哎呦，这个10句之后吃了一炸。那这样的话只能去进。那没招了，架死在这儿了。对的。遥控封住走位，哦，这个博弈到了。是的，年仅觉得我有遥控雷封，你不敢在板后，所以我想直接过，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直接炸哦。那这样的话，一台半倒地，4个怎么说？4个大字儿，别救保平，别救保平。但是你面对的问题是我现在是邦邦的话，他其实很难不救，别救保走一个，就修改一下是吧？别救走1可以吧？因为你狮子要过来救的话，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可能就真有点。对，难受。要不就卡班努力一下，主要有化险为夷，木偶师也别想26。狮子过来了，狮子，邦邦的手下好像要硬吃炸，对的，直接扯了。但是要双倒吗？没有，哇，掉，但2个人走位是完全粘在一起，这边还要再收一波双倒。对，这个能牵制吗？还费劲了啊。对。哎呦，好走位，夹缝中求了一下生存，左摇右摆，又躲到一组2点。这样的话，活出化险为夷一个擦刀，是吧？也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了。这边有个地下室，然后另外一次的话，宙斯过去把守门人摸起来。等一下，有没有一波双挂的机会啊？已经还摸了，摸起来了，宙斯已经在上面摸起来，等上去的话就已经摸起来了。
守门人这边起来吃到这个通缉，外围的话赶紧去修机。其实感觉还是吃一吃观众效应好一点啊，但是因为守门人和魔偶师倒的实在是太近了，如果我不来摸他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双挂地下室，所以被迫要失掉一些密码机的破译节奏和进度啊，这个事情还是挺关键的。顶着通缉就硬摸吗？要不还是跑远一点吧。对的，因为这边如果说再过一会儿可以选择移形出去，直接移形过去找狮子。但这边呼唤一个落地地下室救下来了，我的救没救到了，不是，他刚好差一点呐，啊差一点，对。就可能他也觉得能救下来才过去的，不过这边守墓人已经倒了啊，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确实。那现在好像还真得救一下，不过好在马尾手里边他是有一个大猴的，要不要直接交猴秒救？感觉要交猴秒救了，交猴秒救谁都有风险。对，守墓人下来还有铲子，是的，交铲把铲子打出来，走位躲一下这个单雷再进板，狮子的话这个牵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回头过去追一下马尾，那还是要选择压出一下密码机。对，但是很难啊，因为马尾现在牵制也并不是说很好去溜一个2阶邦邦连雷，连雷有了一层好，不过好在手里边有飞轮，谢文那边也在狂修啊，狂摸啊，用娃娃摸一下守墓人，应该这边飞轮躲掉一个炸，又躲掉一个遥控雷，马尾的话还是在秀一个个人牵制。2层吼，要看一下这个位置，但是哎呦，雷连到了，是的，还是得救，还是得有一个救援的。你这波救援其实就效果不是很大，首先没化险为夷了，救下来之后有猴，对，但救不下来救到，对，救不下来就当我没说。因为手里没铲子了，对，没有铲子的话，你前靠近椅子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是的，要不然就2个人的残局走一个，如何呢？看一下这波啊，应该是目前没有看到想救的这种欲望。那这样子的话，就一个2人去争跑一个。但现在问题是，好像2个人都在压这个耳鸣吗？是？应该是的，因为大房这边其实守墓是没有破译的，然后另外一边幸运儿也在找密码机，可能对找密码机跑图，然后磨箱子。那个2楼那个密码机，他们是不是就不打算修了？我感觉应该是不打算修了。然后要修的话不太够，主要是这个问题。对，现在还有台37的一个密码机是没有。准备走地窖就完事儿了，是吧？排一排地窖点，这地窖点在大房外围这个位置啊，4合这个方向，这个地窖点其实还是有说法的。不过我觉得这点位没有绿河那边的好。不是很好去走，看一下这波排人吧。年锦现在就是这个人怎么来安排击倒节奏和挂人节奏，啊，然后以及这个倒地淘汰节奏。密码机已经要开始修了，先去过去管一下磊磊那边比较少的密码机，但是磊磊手里的话是有枪的，远程2连躲开上那手跳台。那另外一层密码机能亮了。对的，那只剩1台密码机的话，我觉得拉扯空间还是有的，但是狮子手里需要去摸一些东西。2连雷没有给到，躲开，遥控也没哇，遥控的话赶紧再补一个这个定时炸弹。已经交了，那这样子的话，外围其实守墓人就比较大胆敢修了，2连雷又补上了，给一把枪，是的，给把枪再去拉点过去管一下密码机了吧？不管，还是管一下磊磊。还应该硬追倒，但这个位置其实他没太大前置空间。磊磊这里是因为压迫到一个短窗的位置，其实就2连雷的说法。看一下2连连中了，还有一个单雷。不过守墓人的密码机是战术性压住了，对，但另外一边再破一台80的，所以说这边有一个挂人在追击的说法，主要是他魔术棒。是的，啊，那就年姐这边是要看到修的，应该不挂了吧？还挂吗？哎呦，他这波人挂不挂都不好说了，因为你不挂的话，一会儿密码机直接点亮的。我觉得得挂了，得挂了。年锦的判断是非常好的，你位置是走不开的，然后幸运儿1挂，对吧？对。这局狮子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就是先溜一溜，然后再把密码机吃一个单雷了，好像。对，但是你如果不回来的话，应该是很难走这个地窖啊。对的。然后再一个连封住，给到什么就一个插刀，这边有一个魔术棒，又吃了一个雷，把密码机得点亮，得点亮。没了，这边没办法，过不去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年锦是还了一个4抓，还把4大天王给省了，很赚。怎么去做？因为这个选点一般来说是比较名牌的，对的，是吧？我可能起点、终点各占一个站台，比如起点这边占7项，终点这边占一个飞行家，然后呢，空军选择鬼屋，但我觉得鬼屋空军可能是起点是给了飞行家，而终点给了7项，啊，
好，也是选在了终点跟鬼屋中间。对，看一下天赋上怎么携带吧。当然决定他是去追空军。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选择去鬼屋方向追一下空。哎，第一个影月就断了吗？先试探一下，对，让求生者不知道追谁是吧？对，两边都没有心跳，这样就会把密码机速度给延缓一点。哎。这样子真能吗？反手过来再找空军，但空军这边走空地准备交枪了。对的，这边交枪是有个上车说法，但是，哦呦，一个抽刀非常惊险。不过空军的下板速度还是值得信赖。对的，抢一交。不过这波影月还是没有断的。不过这边压迫到空军的话，会把起点方向的飞行家给赶走啊，去修鬼板的位置。这个距离要赶到车上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个回速过来，但能不能？嘿，哎呦，有点卡脚，没事儿，有事儿吗？好像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没事儿。哦，顶掉影月飞轮躲到，非常娴熟，还是拿到了。很可惜，如果说这个飞轮的话，能顶的方向会更好一些，这道是很难达到的。这个地方没有选择交移形吗？这个没有板窗衔接的地方，感觉平地是有说法，平地拿刀省这个移形啊。但是节约他好像结出事儿了。对呀，他刚才这个移形直接人收了呀。对的，回速过来有个上滑梯，前面来得及吗？感觉来不及上啊。这个上滑梯还是比较丝滑的，因为断影了。对，而且野人这个时候过来，完全有一个回拱的说法。先拱一下，再堵路，还能拱吗？还能拱，一刀没吃呢。对，这边再看一个走位，再躲。哎呦，可以躲开了。对的，朱一鸣这边走位还是非常的灵巧。当然，滑梯上确实比较好拱。是的，再多拱一次一个长距离的话，真有说法。有说法。对，因为它是加求生者的一个挣扎进度的啊。说，这边过来跟野人绕木马，有点难绕。这边那个影月比较吃力。对，放弃了，那往椅子面前守吧，我觉得可以先给一刀。哇，还在卡，想博弈平 A 震慑吗？兔之一鸣，真的假的？哦，一个无伤，无伤过来还扛了一刀，但是没事，空军他肯定是没办法牵制起来的啊。当然，你这个板子肯定是不能真不行，对，确实，他也放弃了，其实他直接走了，他没有博板的话有点机会，但是你要说想牵制太久的话，不太可能。看一下 GR 这边这一局密码机是怎么安排的啊？野人回去补密码机，然后气象学家的话应该是第2台。季影这边是30多的最后一台了。对，那被压住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私人开门站的面了，因为这一局的话压住密码机。这边的话直接压出来抓季影的位置，另外一边气象学家已经顶到脸上。这里如果说再往前摊刀，有点来不及回手了，还好回来了。对，不过他脸上站住一台密码机，其实对他来说也不用太担心这一局能够被求生者去争一个4人开门战。对，给他刀，开出一个2阶段。看一下抢锋这里预判了一手，直接给到，没有打断影月，可惜了。是的，因为他本来也是想平 A 出影域感觉。那前面应该是打算给刀，然后带走这个密码机。是的。那这个密码机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好守，对。那好消息吧，手上移形也好了，对吧？然后后手移形也是能给上。把这个人挂到了2站下的椅子，外围还有2个小半台可以守一守，感觉这一局对于兔子一鸣来讲还是有机会的，真有机会。哎，他觉得他们调状态的位置不在鬼屋，没有敢交这个移形啊。这要是移形到脸上，也许有一个人是调整不起来的。没错。过来找一下季影，在这边背包很充足，交一个大喷过来，到了3站的3板。短板的话是有拿到风秀，哟，翻过来很惊险啊。是。但一个板弹的话是成功拉开距离，回速过来有刀吗？有刀，对方有刀了。直接传过去找一下阿策。对，但是这一局的话已经准备修6台了。对的，外围是多开密码机，一个强风是给到牵制空间，是能够下来是没刀啊，翻下去啊。外围已经起新机了，其实这台密码机可以不要了啊。对的，只不过如果击倒气象学家击倒的快的话，救人上可能会有一个压起身的说法。感觉传送交的怎么说呢，会有点着急。如果说这一波你看没有拿刀的话，其实外围密码机够了。是的。哦。
一个强行追击跑到了起点站，这边还是没有拿到空间。前面短板博弈，看一下，再下一板，隐约还是非常熟练的。是给到一刀，然后密码机已经在80多了，80多密码机，感觉这局这样溜下去应该是要保平了。对的，倒地大概就修好了，主要传送跑不了啊。可以假装不打吗？哎呀，打上不行。假装不打的话，看他们开不开的是吧？还可以传送。但是你要是打的话，这边有一个影，应该够呛了，应该就是保平，应该是保平了。对，因为首先他那个传送，如果说这样交的话，你首先你鬼屋这边你没拿刀，就导致你后手的节奏衔接不上了。对。那这样的话，传送还有20多秒。当然，其实如果他就是不打的话，也许 GR 也会选择直接开。对，只要你交传送，只要你交传送，基本上你就肯定通电的，直接通电的。是。那这一局保平对于 GW 弓箭手跟空军一般的话，其实歌剧的选取率很高了。然后 pick 是的，8次胜率是达到了62%啊，高的一个赢了5场。阵容选出来，年景他就已经有一套思路在里面了，我该追谁是吧？怎么追，可能就已经想好了。是。那他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可以留。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到鬼屋方向追了全局唯一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火灾调查员。哎呀，这个事情还是挺痛苦的。对，其实要是说真不让他带回光返照的话，可能别让他的位置那么好猜会好一点，对不对？他要是带的化险为夷加没有回光返照的话，其实开局就已然陷入了劣势。这边踩板，看前面的话，气囊已经打掉一个。这边第二个气囊感觉得去尝试一下上车吗？还是说回到鬼板继续牵制？应该是不想干扰队友。对的。哎呦，一个侧倒没打到，他是想侧倒打一下这个马尾，但是马尾还是非常稳健的弹出来了，而且这个火灾查员这个气囊还可以复用。对。看前面单板的一个博弈，过板刀还在博弈，这边一刀可以再去用气囊了，而且还有一个板弹没好。这回真得往起点方向走了吧？还想去骗一手你打气囊？是的，主要是年锦的话，他也不想说我一弹走，正好年锦都绕路去追我，对吧？对，最好是年锦过来离我近一点，我再拉开一个距离。其实思路上还是挺好的，这个牵制也没有什么问题。对的，就看救人。闪现这边也交了嘛，反正或者一波吧。我觉得其实佣兵救一波加卡一波会好一点，真的。这样的话能够少丢一个人的状态，佣兵也不会第二手成为突破节奏。没错，看一下这边回速过来。佣兵压的位置好像有点远。是的，应该选择要压满救一波。对，那干脆我都救一波了，我还不如压观众效应呢，是吧？我还少个恐慌。过来看看吧，这一波怎么说啊？反正磊磊的话，他是没有亮起点那台，一会儿让佣兵去亮。主要是因为道具交过，那这样一个护腕弹过去，躲掉了第一刀，很帅。到底之前吃一刀，其实还可以再压，说实话，还可以再压，因为歌剧演员的话呢，他就是这样，你压到最满的情况之下，你吃的观众效应会最多啊。这边直接让马尾过去亮了，不留伏笔，是吧？90度的密码机千万不能被踹掉。因为刚刚是让另外一个队友多吃了一点这个观众效应嘛，其实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你想只有病患一个人吃，飞行家刚修到一半都跑得多老远去了，跑到人王桥那边去了。其实观众效应吃的不是很多，但是密码机这一局是有机会能修够的，因为现在外面状态特别好，道具特别多。对，然后就佣兵一个突破口，但现在的话就看年锦能不能逮到这个突破口了。对，这一局的话年锦力争一个多，只要把技能留到最后，其实3人开门战争多是没问题的。是的，莫不说就没准还不一定有3人开门战，就看他这个追击的思路，绕过来，感觉有点察觉到回溯过来，好像意识到了，在外围。周末这边想绕一个鬼板最深处，但是还是被年锦给揪到了。没错，不过回速已经交了，这个护腕可以交，回速不到点上。在这边也是交出护腕，然后前面短板子也被没板了呀，一过，所以说给到一刀直接倒地，那坏了。但也是尽可能不倒到对面，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选择一手传送落地，再去打对面的一个状态。好在传送落地是一个少的密码机哦，如果是多的密码机，这局就毁了。哎呦，磊磊这一个。不怪磊磊，飞行家他单人下板就是比较慢，下板太慢了，他没有那么勇敢，你知道吧？对，下板容易手抖这一块啊，所以那
没事，反正现在手里有一个大喷，在站台上还是能够溜一溜的。但前面有一个回溯，看下落地下来，直接回溯脸上，这边有拿到说法在了。单板能进吗？给到，哦呦，砸板！而且回溯交过，那前面的话等于说下一波的喷气背包是可以拖出来的。对，而且外围可以起心机，鬼板那边就有。对的，未来这边只需要卡着救援。这边进板了，再博弈使用背包，弹到前面最好的一个区域了。哦。 再来一波头铁，年仅就是你头铁砸我一波，我还敢头铁，是，还敢不敢再砸？没错，佣兵那边交出了自己，对，交了，因为这波拖出了时间。是，往鬼屋桥方向挂一挂，这样的话你救下来之后，离你原来那台遗产机还要更远一些。那这样子不太会找佣兵吧？要找佣兵吗？距离有点远啊，感觉主要是。是不是假装找一下呀？ 还是真找，真找，因为知道你没自起了，知道你这边另外一个人在半场。那佣兵这边一个单护腕能撑住吗？看一下，感觉得交护腕啦，护腕交出来，但距离拉不太开。是，那边救人的下一个，下俩。对的，那边人救下来是要调满状态了，没有，两个人分开走了。我这一波博弈，对的，回溯过来，哎，哦，有这个回溯，神秘，有点说法。是。 假装回溯啊，回溯到原来的位置，这样传送又好了，而且那边破译的还是飞行家，落地之后还是一个不挂，直接传过去就是磊磊。哎，真的年景他对于中后期这个密码机分布跟人员调配的情况太娴熟了。对，他知道你这边救下来之后，你要赶到这个密码机是非常远的，这边还得摸佣兵呢。对的，未来还有事情要忙呢，未来选择直接修吗？ 这波磊磊的压力非常大，得扛住一波非常大的压力才行。这边不是，你是说磊磊可以撑住你这50的密码机吗？这个肯定得先摸呀，有点难了。先摸了之后，这波指不定还得佣兵来救呢。不，佣兵救不了了，可能得满状态的病患过来了。佣兵因为那边没有传送了，可以先修一修鬼板。然后病患这边还有2个钩索，而且他要赶过来的话，可能也够呛，够呛。 这边应该过不来，被拦截。他是不是还是直接去找佣兵了？啊，没有，要拦截了。拦截了。现在知道的话，我觉得给了一些机会啊，因为密码机是能够的。过来看一下，能不能过来？这个人能不能来得及救啊？这个飞行家有点撑不住了呀。这一波，但其实这一波其实年景他应该意识到对面是刚摸起来的佣兵，救不到了呀，救不到，不打一刀都救不到了。你别说不打了。对，给一刀。哇，他就觉得肯定救不到了，但这样有跑一个的机会了。是。 这什么？哦，赶时间，传送没好，他们觉得，你倒就倒了，你要。但是我说实话，这边赶过去，说实话，传送好了，对啊，关键是好了，赶过去感觉好了吧？好了，他都不用赶，他在原地等10秒钟，然后过去，结束了。对的。哎，不一定，因为佣兵他还能再多吃一刀。 这边传送好了，直接传佣兵，堵门，80多，给一刀，硬点卡住位置，门已经开了，但刀已经堵住了啊！佣兵需要一个飞轮，我觉得佣兵需要一个飞轮。对，但有飞轮你就没有回光返照了呀。是啊，也是。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对面会想得到，主要是对面会想得到这个问题。反正也不用非得想到，就无所谓啊。因为现在噩梦他没有说像以前，就是可能刚上赛场的时候那么惊艳了。对，因为毕竟大家都可能有。哎，你看看这个昆虫，你看这个邮差这个点位就直接开拉，对吧？邮差这个点位最好拉点，直接开拉。昆虫包括他本身自己就是拉点型的这个角色，对，包括火灾查员，他根本就不给你什么特别多的近身博弈的机会。是的啊，主要看这一局他。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还要找守墓这边。好，我们跑得非常快啊！你看这一边这个步伐虽然说很慢，但是要找昆虫，但其实这局昆虫天赋赌对了呀，双弹射，但还好它毕竟是一个软拉点能力是吧？它只能加速，它不能快速位移。再一个反弹接个双弹，但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低着头，一定可以去追上的。你看，已经开始逼迫跟我搏板了。 你只要跟我搏板第一刀，我就要拿到了。没错，这边凝视到位一刀，哇，第一刀拿得非常快。那上2楼的话，感觉得把虫子加一下点位才行啊。是的，他不能一直在虫上了，因为马上就要被追到了。但可惜在于说已经吸附完了，所以现在你放虫的话，可能会能突刺突掉嘛。也是。但是我可以调整移形，但这样子的话，感觉有点危险，要倒了。1台半。
击倒了昆虫学者。哦，感觉这一局昆虫学者拉点还是拉晚了，是吧？我觉得拉的方向有问题啊，因为当时他那个位置，他应该往左边回去，不应该去大房。对，往小房走回来。对，他是应该绕一个圈回去左边。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虫子可以隔住一个区域，去给它形成一定的阻碍，这样子。这样的话，要2个人过来吗？哎，一个气囊弹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巨人，哎呦，狗没咬到，可惜。那这样的话不能无伤救了，只能再卡一会儿，再多拖一会儿时间。飞轮过来想骗打椅子吗？这个飞轮，那这样的话，火灾调查员的天赋可暴露了。对。不过阿瑟的这个位置，还能溜吗？一个信犬扑闹，有点机会能26，能吗？一个传送落地，又要跟我搏板，有人帮一下吗？帮了，可以的，气囊堵到了，但没有弹出来。对。但前面的话，起码是规避掉这波传送的一个问题。是的，是的，保证他26起来就可以啊。这边的话，他创弹射还没有好啊，所以说前面拉不开点位。再上一个乌鸦，守墓人也来了，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帮。先把守墓人这个盾打出来，准备慢慢往2阶方向去走。这样子其实后期拖回来的时间还是拖挺够的。是的，是的。现在第2个移形的时间都快好了。对，时间是能拖够的。那这个位置持续人透视到能看到前面的话，把虫子一收，直接绕回来，一个放狗又没咬到，没咬到。打这个虫，现在阿瑟手里没有道具了，移形落地下来能扛到这一刀吗？看一下一个侧瞄边的一个，哎呦，针对刀打到了，打到。赤红刚才他这个信犬扑闹的 CD 也没有好啊，没错，放狗。哎，这回倒咬到了，但是。没用了，已经挂上了。对，这个局面其实还是不是很好，对于球员来说，因为主要是你后期还要拉扯，然后最好是阿瑟还能再溜一波。对吧？这个人在楼上卡着，确实一点办法没有吧？这还差2台密码机，然后现在的话，你必须得压的比较极限，而且是一个扛刀就会更好。哎，给到一刀，来帮忙扛。啊，这样子楼梯。对，就完全堵住了，我就不下了。是的。这个没招的，你没办法，你只能等。对，只能等。对，等守墓倒地了之后，我这昆虫自己再绕回来之后，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等到守墓起来，但前面的距离好像已经跟进了，不太够了，不太能等到。看一下，看前面这边板子，哦，这边板子没串，那可以，那有机会。马基好像能拖够。对，有机会了。这边板子的话，一个板弹出来拉开距离。前面这边还有个双弹，再接双弹，那这样子距离再次拉开，感觉是要够了，能够，没问题的。哎，感觉他选这2把椅子都不太好，我觉得是得打针对会更好。你这一波其实没必要去打守墓这一刀，反正也不缺2阶是吧？对，上楼，幽闭恐惧触发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被迫要去追守昆虫，但昆虫在大房这个地理位置，你很难进行一个很有效的针对，因为你的技能是暴露的，移形，对吧？乌鸦之后去换门，你除非现在去闪下，急了，没有凝视好就出刀了，对，急了，移形交了，那没办法，守墓人这边还有一个下铲，那为什么不先把昆虫快速解决呢？他可能觉得快速解决不了，主要是这样子的话，我甚至地窖的位置前面会不会还有说法呀？有点危险啊！有说法，对啊，确实有说法，会不会有点危险啊？有很大的说法，感觉。就我觉得，其实当时那个情况下已经不要再去争了，没准还能保个平。完，打到墙上。要爬出去了，走了吗？走了吗？哎呦，没出门，没有到，还没到门口。哎，可惜，因为他当时其实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切个闪去留昆虫，因为你有幽闭恐惧，对你有幽闭，对吧？然后你有这个乌鸦，然后你当时如果说快速能击倒昆虫，进行一个淘汰人数，这一局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局势啊？然后这一手的话有个古董伤，就看一下说，毕竟还是有一个 OB 位在嘛。现在说实话，对于年进的 BO5，真的是完全不太打什么样的监管离不开你中后期或者前期该怎么样去针对啊等等这一系列思路的。
当然操作也得到位。对，只是说根据不同的监管，你要改变自己的思路。对，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中场方向开始赶路。这边磊磊准备迎接挑战了吗？磊磊，哦，作为全场的这个双弹飞轮携带者，感觉有昆虫的一个移速加成在，这边地形很容易绕啊。哦，要换吗？加速没给到。哎呦，哎呦，好呀，夹角还是给到了啊。这个确实也是。磊磊这边的走位虽然说也挺到位的，但是年仅他的这个操控技术也是更胜一筹。先把你逼出这个板区是吧？然后再进行看空地前有没有拿多一夹的说法，一个扭头，没给到。磊磊其实溜的还可以哦。对的，一个加速撵到了，那得进小房了。虫子收一下，然后再卡住位置，给到一下啊。前面出去的话，可能要面临一个夹子的问题，不过已经有飞轮了。哦，哎呦，这个有点先夹子落地再吸上去的成分在啊。对，就是没有说去左右两边去晃一下，对吧？是的，而且他有飞轮的哎。我觉得他应该是当时想要这个拉队员的对，激励加速振奋 CD， 就是他是给 CD 哦，要振奋是吧？对，把这个虫子给 CD 给画回来。对哦，其实可以的哎。对啊，就是这样想的应该，所以说他当时可能在纠结于这个点的时候，他可能在沟通的时候，是不是拉队员这边理解有出错了，是吧？可能说是让给他加个速还是啥的。对对，其实给个 CD 的话，再堵一个小房门 ，OK， 对吧 ？OK 的。那前面这波手椅下来还是拿到状态了。不过这个位置很好溜啊，对的，这个位置没准能逼闪的。还有飞轮在，那感觉是要不要考虑一下变人？感觉能逼闪，能逼闪。是等了一手2阶变人，那这样子的话闪现过来，飞轮预判了，虫子能封住吗？哎，要走位，这边夹子失误，再来个哇，磊磊秀起来了。对的，但前面飞轮交了的话，其实这个位置还要搏一个坚持。对，而且一会儿的话有点难。哎呦，位置偷溜走，磊磊偷溜走，好像没有发现到。哎，可以，那这样的话，就躲一下刺儿，有刺儿反正就是悲观肯定是要到了。哇，还在贴墙，很努力了，磊磊。是的，啊，2阶，那真没招了。对的，把虫子收一下。这一波可以啊，可以磊磊的个人的一个高光时刻。这样子挂上之后，密码机可能后期只会插个将近半台左右的一个节奏啊。不过大副密码机被干扰了，走了，再插个眼，已经是切成插眼了啊。闪现过去之后很果决。这波是拉拉队员过来救，因为有化险为夷嘛。对，藏住了刚才一个身位。然后这个化险为夷的话，说不定能把这个基地给速度叠上，但不能给撵到。哎，那撵到就没招了，只要断一下就不行。撵到了就不够了。啊，这边2阶加一个悲观捏倒，其实还是不够。是。哎，再骗一下啊，出刀。虫群收到。那直接倒在2楼的一个位置，看看古董商这边，马尾来了，然后看一下这边一个落地从缺口没有回头骗雷手一下，哎，没有沟通好，感觉，年仅，要放了，那有机会，先把这摇啊，摇下来了，那有机会了，哦，这波马尾的这个压迫感给到了，是的，这边只想去管不了密码机了呀，是的。这个刺儿没有上到，很难受，还在玩高低差。高低差能躲吸血吗？吸血躲开，前面夹子来一个来一个点4，他所有道具都是满状态，随便出一下也可以啊。但我觉得前面给古董商一刀，因为这边首先昆虫是没有这个回环反照的，直接亮了，还能 OB， 继续插眼。夹子封路，这样子的话只能下去等，下去等的话，那你要走哪里呢？走缺口落地来打，放下来了，这样子的话有点亏，这一棍打不了，有张华的耐受力啊，那没办法，那真没招了。而且脸上的大副为了应对这个4跑士，甚至过来点门，是的，那估计就应该还是能平，应该还是能平，感觉。哎呦，行。行。云门，
对，但云门出去2根刺，反正夹到就倒。对的，手上还有飞轮，那应该是要给机关枪。对，那这个地窖应该是很难走了。不好说。飞轮，哎，飞轮冲夹。对，哦，还是飞轮冲夹的话走不了吧？得绕夹飞轮躲刀才行吧？对，对，那这样的话保住了一个平局。那对于他们来说，阻击年锦计划成功了。确实是吧？还是起码不是444。是，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局方式。那对于博奖来讲，其实他应该就是往终点站附近去选了，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进入追击节奏。而且玩站台的话，其实玩起来没有那么舒服。进追的话，其实感觉还是先破译会比较好。是，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先点站台。玩者还是选择了双窗的位置。那这样的话，木偶师以及气象都在脸上。看一下怎么追吧。如果选择去追一个鬼屋的气象，我觉得还是比较考验，就比较吃操作。好，看一下梦幻小迷这边，确实也是先往起点半场去走的。没错，看一下这波进鬼屋，小夜明是甚至没有上楼啊，直接往鬼板拉点。那看一下梦幻小迷怎么追了。但这把因为他本身带的是一个窥视者，所以还是比较吃你一个转点上面的说法的。如果说在同一个点位硬牵制，可能有点不是。哎，这个笼子失误了，对，没有关到，那上来先废掉一个笼子。而且前期的话，其实愿力并没有那么多。还行。其实气象这一刀也是能接受的，他甚至不打算拉远，因为他如果说你放围龙的话，他是待在围龙的中间是最安全的。选择交成云，然后迂回一下，又回到围龙的中间。但这个点的话，哎呦，短了一点。没错。想找机会拆，还真让他给堵成功了。拆完以后交了个飞轮，比较可惜，没有躲掉这一刀。是的，这感觉不交飞轮就好了，因为你笼子已经拆掉了，你没有必要再规避这个1/4刀了。还不如说把这个飞轮留着，用来去堵下一个围龙。是，主要那波其实也是一个博弈嘛，但最终的话，他是直接把这个围龙拆掉了，确实感觉不太需要去交掉。是的，而且小夜明的最后一个气象瓶也是被梦幻小迷给打断了，没有释放出来，所以导致他现在道具是全空，飞轮也没有。那么这一波下影呢，他基本上是很难进行一个牵制了。密码机的话，现在是2台半左右，11已经贴过来救了。看一下这波手椅。打到了一个针对啊，那11无伤救还是挺赚的。但是感觉能够去摊一下，看一下要不要选择摊一下，还是选择了先插眼，不让你大副在原地起修鬼板的密码机。是的，应该是不想摊了。那这样的话，大副修鬼板，园丁要不要过来拆乙呢？感觉他们似乎是想打这个配合的，但是就看是哪一波打。好像星夜已经过来了，那星夜已经换成镇静剂了，好像是他手上的道具。是的。那可能就是过来压满去开一个化险为夷吧。对。哎呀，通缉到的是狗狗的木偶师。那这样的话，拆乙的配合打不了了。外面2个牵制位都是带着求生意志的，这里可能说他救完以后，刚好利用这个镇静剂，可以给自己补充一下恐惧，调整一下状态。可能也是不太考虑去打这波拆乙的体系了。是。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是接近4台，气象这里要挂飞了啊！熊子还是卡了这个国人效应。不过他现在后面的密码机基本就不用压着了，就可以直接挂，直接开，因为气象马上要挂飞了。又摸到一个镇静剂。运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中后期的调整能力非常的强。直接选择往起点方向来逼一下大副，但是因为前面那波救人是一个无伤的伏笔啊，所以梦幻小迷这里可能得废掉挺多围龙的。对，这里的话可以选，哎呦，被砸了一个头，再砸一头，因为这里就算用围龙拿到1刀，你也得等下一个围龙才能逼出大副的表，所以大副是。但过来这里的话是有1刀。对。看一下，再补一个围龙。但没打到这一下。11还是挺想跟监管者在板区进行博弈的，但这个博弈这波离板子有点远了，他想着往前走，所以梦幻小迷钻过来以后就直接变成一个平地。其实感觉对于梦幻小迷来说，他可能就是想着逼掉这个大副的怀表，然后我差不多就准备走了，看一下你密码机一个情况。结果大副那边是直接给了一个倒地的节奏，没错。那你现在还要调动求生者去救援，但木偶师其实他撑的时间可能。
比较有限。是，毕竟他一个围龙换你一波路易嘛。但现在梦幻小迷的愿力值不是特别够了，摁拖的话也能拖2个，再拖2个围龙，对狗狗来讲。是的，这样的话就只能去后面鬼板附近去破译新起的一台密码机。是的。 而且这边你救完人之后，知道你2个人都在起点，其实还是有一个人可能得先贴过来中点。哎，过板刀可以直接打倒。直接倒了，看一下谁过来，是11那边选择了过桥。而且刚才那2个人正经济感觉成为伏笔了，就求生者是不用有调整时间的。是的，可以让最后一个人继续破译。但是大副那边捡到的是个2手的。应该还有一根新的吧？要先要他找园丁去了。他先扎完以后再找园丁碰剩下的那些进度。 那这一波就没那么舒服了，会准确的被拦截到啊！直接钻了过去，能拿到一刀，大副救不了了，感觉这个地方得跑到椅子面前再交这个表，不然的话失乐园效果可能会来不太及。成功把笼子拆掉，第2段表不想让他摇，然后打远程偷袭吗？没有，梦幻小迷是选择直接回来处理园丁。 但现在手上的愿力值不是很够了。对，但这把其实对于梦幻小迷来说也是一个多抓局，毕竟你的密码机的分布是个对角线，一台在狮子附近，然后另外的是在鬼屋的附近。没错，而且他下一个传送马上能拖好，现在被你砸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的愿力值不够。如果说我在放围龙被砸以后，是梦幻小迷不能接受的。但这里的话其实已经是有点牵制不动了，只剩下一个短板，哟，这个盾还是帮忙扛出来，然后把围龙。 是给他拆了，而且有木偶师调整的这个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啊。大副跟木偶师都摸了起来。他其实这波处理星焰上面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了。对，哎呦，这一刀也没有拿到，那很难受了。如果实在不行，要不去管一下密码机呢？好像也不太能管了，因为2台密码机都在修。 这一波处理园丁确实处理的比较久啊，一刀打倒，密码机不够。这台马上其实都要压好了。是的。而且远端他们是已经安排过去，就是怕你管密码机，所以已经是提前把远端那台都修到80。对。那其实梦幻小迷他处理园丁这个时间，把自己的4抓面打没了。是。但是目前来讲，3抓的机会还是有的，因为大副现在是没有道具的嘛，开门战也可以针对着打。先拿一刀。 针对大副，那这波通电可以上楼，看一下梦幻小迷这个楼下这个围龙的释放了，慢翻直接钻，对他虽然说没有看到，但是他是可以听到求生者翻窗的一个时机的。对，翻窗的话会有那个哈的一声，然后他就直接一个很精准的围龙提前落位。那现在的话对于他来讲还有一个蓝园丁的机会，能不能排到这个园丁？恶名已经起了，知道了。是的。 而且另一边的话，其实已经是在点门，所以这一把还是可以3抓的。看一下打倒以后，哦呦，还是非常果断的传送了。他觉得可能会差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帐篷那边、狮龙那边修开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嘛，而且他确实在击倒大副。其实像月亮和鬼屋的那个双板角落，我觉得还是弓箭手比较好去 OB 的点的。对的。那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打园丁的这个体系了。 这一把先知放哪上啊？把守墓人放到了鬼屋，确实是骗到了真真九。对啊，真真九那边一看，怎么是个守墓人？而且往起点去的话，是一个园丁，他有可能无伤上车的。看一下真真九这边是选择了直接去鬼屋追击下南。没错，这个点反正已经选错了，不如将错就错，看一下能不能弄错成对。 不过这把，因为他们本身带的是一个3化险为夷的阵容，对你就算追守墓人，也不是有很好的结果，毕竟守墓人也能定开出来2个圈。对，而且守墓人本身也会更难追一点，这一铲子打掉，2块板应该都会考虑下掉啊。拍掉之后你还是的一个必踩板。这个铲子是可以续出来的。 哎呦，过板刀直接过了过去，难很难受啊！现在铲子在下，感觉要不要往起点方向靠呢？往起点方向靠的话，有一只鸟还有机会能够上车，但是难不想带到队友边上，那就被迫要在原地吃这个闪现了。是的，那前面的话其实已经在看了，看一下先知的鸟。
这个点是直接给上了，那这只鸟要浪费了。不过还行，能够去卡一块板子。嗯，对，我还砸到了这个头，砸了一个头，那可以多拖几秒钟。但其实这个牵制已经是冲着一个3台吃技能去了。是的，强行翻板，给到了一个震慑，一个人直接开2阶。嗯，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干扰外面的密码机了。而且穷者这个时候甚至是继续卡观众效应，已经3台了，他们也没有把密码机给开掉。哦，开掉了。3台的节奏确实是不太需要卡观众效应了。感觉硬卡的话，反而是会浪费一个大图跑图时间。对，这一波就是承载把人救下来，然后再回去补自己起点的密码机。哇，狠狠的拖了很久啊，在这个脸上，因为有自己盾的存在啊，这里是选择让南去开那台91的密码机，看一下够不够吧。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他顶着化险为夷去开，应该是能开掉的。嗯。哎，不对，有选择先去开吗？再倒远一点吗？对，选择让你难挂一些，这样的话就是下一波来救人的飞行家找机会把这台密码机给开掉了。不过承载那边密码机修了一半跑了，哎，他鬼版的密码机为什么不修啊？他不要了，因为飞行家前面的那台比他修的多，所以鬼版那台是可以不需要的。他直接去补飞行家的第2台。那如果这样的话，为啥不第一时间去呢？对，这确实是没想通啊。有点他在鬼版浪费了20密码机的一个时间。这里守门人得靠自己纯牵制了，飞行家去补起点密码机。这个节奏来讲，穷者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但是只有3个人可以撑到开门战。但本来这个密码机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吧。嗯，也就是差那么一些吧，差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这把如果说你是一开始就已经把那台起点的顶着化险为夷开掉了，开掉了之后，其实飞行家是可以帮忙扛刀，然后省下你园丁那20的密码机的时间，那这把机不就够了吗？是的，这样的话飞行家就不用离开守墓人了。对，毕竟守墓人他也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哎，这里是想防一手真9的传送啊，那边80多密码机直接不破译了，让飞行家站出来扛这个压力。那如果飞行家被秒了的话，其实雄者还是比较难受的。而且感觉这样打的风险会更大。对，就本来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可以去打。别叫喷气背包，密码机现在只能说倒到角落去。对，而且这个插刀密码机不够。是的，还得再来救一波。看一下传送，这密码机够了，哎，传送了，那这一下就要被斗五保平了。而且承载是摸出了一个怀表，真9要不要回溯呢？还是怎么说？那这把密码机怎么算都够了吧？对，觉得这个传送的节点确实是给了一些机会，而且你现在也抓不到园丁啊。嗯，他主要是守墓人上野的时候，咔咔2台连亮的，这种时候其实对于密码机的判断来讲，就是至少3台了。所以他追到了飞行家以后再传，确实还是比较可惜的。他其实正常打一波手蚁是有3抓的机会的。对，因为那波确实已经是在密码机能开之前，他就能牵上人的。嗯。那最终把园丁打倒，起点也是2位穷者，应该是准备要出门了。哇，那这局其实看下来还是比较可惜一些的。我觉得对于真9来说是有一个去争3抓的机会，就4抓就先不说了，因为牵制的确实比较久嘛。但3抓还是很有说法的。对，因为他手，你可能在挂野的时候那一排你都修不了。对，关键是路过求生者的时候，他顺路也可以把密码机给封了嘛。不管是在追击还是破译，还是在手蚁的时候，都可以影响到。那个点其实狗点并不是很多。对，那个地方只要狩猎本能一掉，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排到蹲哪的。是的。但虽然还是走了，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太有那种命可以赌到冒险家，然后选到了一个可以往中场去干扰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直接选择往中场走，应该会顺路封下救人位的密码机。但是他想追的人其实都很远啊，古董商包括病患2个人的位置都比较远。找到了大房，看一下左边有狗狗的脚印，不过带了云中漫步应该是不太能看到了。而且那个地方已经是提前很多拉点了，对，所以这个地方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心愿的古董商。是的。这一波排古董商不知道要排多久呢？哎，直接走了，耳鸣都掉了。这波开局逛了很久啊，蜡油都满了。再来到中场，
但是其实这个花盆会不会灵性去走一下呢？没有，没有，还是这个开局逛了太久了，马上要1分钟了才开始进入追击，就自己的移形都拖好了。是的，感觉还是拖的会有点太久了，而且这个点位这叫移形吧？病患，这叫移形吧？因为你这一波钩子你不移形的话，你得再被他多拖很久。是的，而且这个蜡。 哦哟，还好是抽到了，博弈，而且身上也还挂着50的蜡，没错。不过还好，对于病患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病患勾点。是的，这个点位小房其实对于蜡像来说限制还是比较大，不过身上蜡没掉，对它掉了一些，但是被上回去了。嗯，又补到了80多，但这个地方第3个钩子又是同样的一个路线啊，继续勾出来。而且这一下的话也是蜡也没掉。 空中补了4点，所以蜡还没掉，就看一下虽然这里能不能跟上，好像要开始掉了。如果说再不上到蜡的话，啊，这个地方已经是开始掉了，所以是赶紧放了一个凝蜡。是的，哎，终于是远程上满了，密码机也是将近3台。嗯，前面是差不多45秒的时候进入追击啊，这一波牵制接近1分钟。 小房这个地形，蜡像师感觉对穗安来讲，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快的。是的，不过其实感觉看下来还是有点拖节奏了。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逛街。是。然后到了那边小2楼之后，其实病患他也是一个稳定的牵制点位。因为他前期离病患其实是最近的，但他绕到大房回来还是找的这个之前在身边的人。是的。那看一下狗狗是过来依旧。说手上是有70，哎呦，打到椅子了。 那有点亏了，手上是还有70多的密码输液。那这个把中场一封，打椅子是有点没有办法去接受。这应该是想把人给定住啊，然后继续管到中场的密码机。那这个点我直接冲到2楼去，我一会儿古董商看要不要过来 OB 了。对，我至少不 OB 我也可以让你挂得更慢一点。是。那星焰的话现在还在破译，没有选择第一波过来帮。也是多浪费一点上椅的时间嘛。 但这个点的话，可以去封到。哎呦，强行举出来，这里应该是带了一手巨钳的，非常自信。那现在11的位置就比较糟糕了，有可能要被逼救的。是的，哦，而且这里的话是比较远哦，那我开个热蜡。 那你被迫救下来，外面的密码机其实还不太够啊。是的，而且佣兵的话你是给到一个双倒，不过还好病患那边上的蜡并不是很多。是，看这里能不能再帮了。应该有机会能够烫倒的。看一下抢个窗，直接交移形，选移形抢节奏，非常的果断。60多一个护腕弹了过来，但是没有弹好。但是也是能够顺利的倒到2楼去。没错，那现在直接拿星焰开刀了呀，处理星焰也行啊。你不打倒他的话，应该是不太好挂人了。 这个点，或者说来几波博弈吧。看一下他的走位扭的怎么样？但星焰这边打的也很稳定啊，没有给到你这个机会。对，一波扫视，但是还是能打下来。没错。不过因为把古董商打倒，给了一波双倒，所以外密码机不够。嗯，那这样的话，小夜明还有机会能够牵制起来。先把板封住，最后一台密码机需要补了。但是需要狗狗手修，这里争分夺秒的去。 往最后一台密码机跑69，一会佣兵马上要交智起了。佣兵能起来。对，佣兵马上交智起了，交完智起以后又可以2个人一起扛，扛完以后感觉古董商又能也要起来了。一刀打到谁？打到了佣兵。那密码机69还没碰上，很急啊！现在跟时间在赛跑，勇者把板子再一下，坏了。古董商起来，感觉好像能继续保啊。这里火辣 CD 是好的，但是他不太敢开，他想留着一会应对古董商，应该是。 前面开火啦，扫了一波，病患给扫倒了。是的，哎，那这有点亏啊。那能顺利的把病患挂飞，而且佣兵是以知没自起，2个人都卡在大房，这里可以远程先封一下狗狗的密码机。来得及吗？好像是封到了96的密码机。是的，没开掉。古董商跟佣兵都没自起，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这个冒险家，因为那边肯定要调整的。是的，那边的话只能先调整了。 不过其实能够抓住那边没自起的话，我觉得这把还是有机会多抓的。对，毕竟开门战他还有一个底牌。是的，不过他这把也没挽留，现在是把佣兵的状态先调起来，赶紧回头先封一下，就是看他能不能快速处理掉狗狗了。是的，那边还是要调整的。看到脚印了，这个地方蜡上的不是特别多啊，60多点，其实感觉并没有一个快速的说法。没
不错。看一下这波，应该是能击倒了。密码机也是刚好够了，直接通电。移形，选择了移形交到了冒险家的身上。没错，那你这样移形交了的话，应该是冲着一个保平去了。烫倒了，火辣喷倒。不过那边门的话，其实也还没开始点。现在是刚刚碰上。是的。 但移形交了，其实感觉是比较难管这个门。你走到中场再去丢那个蜡块的话，其实已经来不太及了。门的进度一点一点在增加。看一下一个，感觉还是前期打得挺好的，但是中期的那一波，穷者也成功的给保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去抓。换的话就得看他的一个位置选哪了。 我觉得可能让气象在一个危险点，然后大副放到狮子楼的那个窗口之类的，或者说病患去放狮子楼的窗口中间了。其实如果他选狮子楼附近的话，每个人都能卡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点位去应对你一开始的那个无限距。没错，选到了散门。散门的话，那其实就中场的气象需要抗压了，因为对他来讲，中场他就一个废。好，真人9这边也是先往大房那边去捡捡零件。没错。 南也是一波反拉，拉到大房，应该要上2楼去控一下那个板了。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提前被发现了，能发现吗？这个点的话，感觉已经是比较危险了。对，已经被逮到了。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只能平地先去下板，但下完板之后，其实很快就要进入到小丑的一个节奏了。博弈要不要下楼？好，看一下真人9拐弯，直接顺路拐下去了。那前面可以进到那个板区，不过第2段表应该是摇不到了，等第3段。 哎，第3段表逼出来，直接走，而且钓鱼也钓到了陈某人这个位置，陈某人直接交钩，想要去进到前面花坛的双板，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小丑比较难去博弈的点，因为它花坛的模型太长了，而且双板它提前下了1块，所以这一波真就看一下怎么博弈吧。你继续跟，他就翻另外一块板。对，这里只要2块板来回翻就行了，除非你等到那个闪现。 闪现还有2秒钟，是的，有一个闪锯的机会，知道你闪现快好了，所以硬吃这个锯往外拉。但是往外拉的话，收益也不算特别高吧？我觉得，你还不如在板区那边吃一个闪再走。是，就你硬吃它这个锯的话，你是感觉还能再玩一会儿，其实。对，是不赚的，只要提防着点闪现就好了。再一波转到后面，头爪。 哎，他以为飞上楼了。是的，看了也没有。那其实给到了冰幻去转到前面那个1板1窗的机会。对，前面那个1板1窗可能就要逼闪了。是的，而且这里的话，白直想要过来帮忙扛这个闪。哦呦，直接交了一波闪现。好像只是想过来看一眼。并没有想着帮忙扛闪。那这样的话，密码机还是挺多的。气象第1台已经修掉了。 下一波应该就是一个经典的路链大房帮忙反生，然后病患往小房拉这么一个节奏。毕竟你闪现也交过了，你一个无限距嘟嘟嘟嘟过去，可能要嘟很久。现在南救完人，直接补脸上这台密码机就可以了。救下来，尽量不要给双倒，陈某人帮忙扛刀，直接冲到脸上去。是的。然后再往小房方向去倒，代理遗产，这要不要尝试打一下双倒呢？逼个表也好啊。 但是也没有选择去赶大副的道具啊，可能后面会留下伏笔。这一波其实他可以尝试逼一下大副的表的，如果能打到双倒最好了，可以争回很多节奏。那这样大副把路练师的密码机一补，其实穷者他的中后期还是挺好打的，密码机节奏很够。的话就是看你最后1台的密码机。对，而且真人9这把他没带挽留，其实开门战还有机会。是你下一波反生完以后，气象的密码机开掉，气象师可以去。 气象是可以去保的，是的，可以去保病患的。哎，这里的话，南也是真的没杀手。哎呦，白纸想断锯，但是好像已经来不太及了。前面可以跳下去，哎，好像没跳啊，跳了吗？哎呦，跳了，但是真9也断锯了，承载气象已经过来保了，最后一台密码机40%，跟上一把很像。但是这一把我感觉真9会更难突破一点，毕竟你只有无限距啊。 你没有那种免控的东西，而且远端密码机里没有办法去管，因为它太远了，所以现在的话被迫去找一下南的节奏。是的，外面赶紧先把病患调起来就行了。对，这一波压遗产很关键，因为求生者手上是
只有病患是一个化险为夷了。这里想换一下男，那不挂地下室吧？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修了，这个大副是真的很能做啊。是的，而且气象那边直接是给了一个暖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不耗费你一个去调整的时间。关键是你挂这个地下室，反而给到求生者从0破到了28这样一个时间啊！而且大副他本身也很能做，我哪怕病患还自己断句了。对我病患不下去救我都可以接受的，我都不用套这个化险为夷。我病患现在不出来了呀，我现在站在2楼先站一会都行。是那边2个人抢这台密码机，对，因为是调满了状态嘛。那这个点位气象先吃一刀强风，但是怎么说，这里感觉有机会救不下来啊。这里感觉救不了。限距的是，哎，那好像还是能打求生者，因为还有一个化险为夷，真能打，因为大副那边。也比较久坐，我觉得气象下去的有点早了，说实话。而且气象比较急啊，强风直接交了。是的，现在的话还有一个闪现，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能开圈，看一下这波。哎呦，闪现撞了，是的，比较可惜，这里再骗一刀，打到椅子上了，成功骗到，给到了一个承载捏气象瓶的机会，一个强风，全跑了3个人，放血了，感觉有人贴到门是可以直接通电了，最好是病患已经通电了。那我现在还过来扛掉你这个剧，哎呦，那现在真的有点难受了，说实话。门已经贴上，脸上沉默人虽然没道具，但是这把只要3跑就2比0结束了。是的，这里的话虽然说是锯倒了病患，但是散门已经是管不到了，散门要开掉了。当时真9的那个闪现是为了什么？他想去闪现压病患的一个起身，对，但其实。密码机压好了，他还是能套出来那个化险为夷的。就他如果压到起身的话，你化险为夷给大副套出来，你俩救大副的同时，他可以针对承载，其实还有机会保平。但很可惜，那个闪现没有拿到病患的伤害。是的，那最后是气象那边卡着走地窖了。那最后也是恭喜斗武啊，以一个酣畅淋漓的2比0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比较有自信了。因为我觉得这2个赛季以来嘛，不战羊他的一个发挥还是非常稳定啊，基本上可以在监管里面就是属于一个 top 1、top 2的一个级别。但求生这个阵容的话，也是经过了很多赛季以后啊，他们研究出来是比较好去针对博奖，甚至有争胜面的一套阵容了。所以说就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局内的具体发挥了。周树点在了右上，选择是在红蝶河的边上。那这里的话。虽然说可以封锁下街市的密码机，但是如果说你选择追它的话呢，它本体去墓地进行一个跑点，好像也不是很影响它的修机。对，你本身你如果封锁，好，看一下是先往中场去走，那可能还是要去找一下机械师了。想动一下机械师，因为他毕竟带了一手失常，但是其实这个点位的话，应该是不难猜到，肯定是往墓地里面钻的。小迪这里已经安全的转到了墓地里面啊，再追他的收益就没有很高了。对，现在已经跟娃娃是拉开非常远的距离。对，而且墓地这个区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完全干扰不到队友。先放一个围龙，那刀应该是能拿，压力应该不是很大。好，跟踪过来拿一刀。主要也是小迪，他一开始拉点拉的是比较靠里的一个位置嘛，对，这边是基本上是个空地。他其实没有想着怎么样去牵制的，基本上是倒在一个空地给你去打。而且看到奈奈已经在隔墙，想要去帮忙了。对，感觉宙斯的话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看能不能去拖到一些时间吧。因为其实你单靠机械也逼不出来技能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时长之类的，我就让你用不出来啊。这边也是拖出来机械的一个飞轮时间。这里时间已经过去1分钟，还没有上挂，而密码机呢也是有很多的进度。现在的话，直接贴脸去吸喉，还攒出来了。对，啊，这边的话一个弹刀，弹刀，还是打到了机械。对，没有扛到嘛。那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办法保了，毕竟他那个咒项不太够。就选择是放弃宙斯的一个破译，然后来保界师存活的时间，让外面的一个机械玩偶能够进行一个破译。但宠爱的话还是签到了这边，不过求生也是为了防止你出去干扰密码机的话，我提前贴过来给你一个。是的，直接交围龙过来踹，然后这个时候围龙掉了，那很丝滑再进行一波手椅啊。这样笑笑也还是尽量卡一个比较极限的半再去救援。
是一个无伤救。是的，感觉的话，交一波化险为夷这个密码机还是很多。虽然说你时常踹了一脚了，但是毕竟外面有一个娃娃在嘛，所以这个进度的还是比较难守住的。而且大夫那边你也没有打掉状态啊。只说尽可能的去保证这局游戏不会出现一个4人开门战嘛。就等求生者的第2波救人，然后看宠爱这边能不能去打一个针对，然后最后看剩1台还是半台。对，让他再去守一守。对。这波肯定是换位，让对飞行家过来。场上第5台是才开始修啊，肯定现在是不够的。需要看一下，如果求生者想拖的话，只能等化险为结束之后再让咒术过来。对，因为飞行家的话他也不太好扛刀嘛，没有回光返照。这边先打一刀，应该是不管接师了。接线的话还是先往墓地里倒，就算牵制不动的话，也是利用挂椅时间拖一会儿。对，到角落。对，看奈奈那边应该是不打算过来了，还是在抢密码机。因为你这里过来的话呢，首先咒术师他手比较短嘛，其次。博奖可以直接放一个围龙。其实这个里面地形的话，我觉得弓箭手应该是发挥最好的。是的，因为他可以持续的去锁头给压力，而且道具也比较多。像咒术、古董他们手都比较短嘛。对，可能要贴身。那这样的话呢，密码机其实剩的不是特别多了，还有30%进度就可以亮了。对，还有个不到半台，还好那一脚时常踹出来了。不过传过来，奈奈她整体状态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围龙还好。这样钻过来是能拿一刀。那看到花刺已经在墓地那边掀起1台，一个月龙，但是刀是在龙子生成之前打出去的，有点亏。对，那咒术还是没有倒掉，而且现在手里的咒像比较多，一层一层的交。没错。墓地的话已经到了1半的进度，而且大副是捡到了机械师的一个娃娃，想去贴门。不过还好，这里是有一波手椅的，那么是有机会拖到自己的传送好。这还是很关键啊，因为开门战你有传送跟没有传送的话，你是2种节奏。是的，有传送你就可以争3抓甚至4抓，但没有的话，你可能只能去保平。看一下笑笑的话是一直在把2个道具往这边交换，但现在还是要先去交一下表。是的，这边甚至想让他打一个救不下来，不过密码机的话马上要压好了，能开吗？99的一个进度极限开。手上还有一个围龙，但是咒术师是有一个3层猴的，对他应该是可以撑住的。然后笑笑那边可以直接点门，他这个猿猴咒像还是很难处理，吓人啊。对，然后这边的话，这个笼子没有造成一些围堵，而且现在追的是笑笑，奈奈已经溜走了，感觉还是偏平，因为传送也没拖好，而且另外一边的门也要开了。对。这个位置的话再交，但这里怀表想去争有地窖的，对，哇，很危险啊，宠爱，因为他现在愿力的话其实有点不够，是的，他只有这个摇到了，这个笼子掉了，现在马上，有下一个围龙的愿力，能来得及吗？有点害怕。但是如果过去当面摇到的话，哎呦，2个人换位再打，有点着急，才拆笼子还好。主要是躲掉第3段摇表的话，就有很大概率拦下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他第2个围龙消失的时候，他是在捡嘛，非常强，很多的一个地形也很适配他。但因为现在有了这手机械师的一个体系之后呢，也发现了杨他哪怕说追击再强，对吧？对，也有他解决不了的一些点。对，你也怕我修得太快，你也怕我这样的一个追嘛，因为也是，如果说我把弓箭手放这里，你直接开去追弓箭，那我这个套路就打不了了。对。包括魔术也是，他可能是要多带一个化险为夷的，所以说也尽量是让他前期安全一点比较好。对，还是要找接师啊。目前这个走位来讲，但是这把的话，果冻他的一个跑位想往甲门反跑。但我觉得他好像冲这个弓箭手起了一些杀心啊。那我觉得弓箭手他开就是往脸上走了。对他想修机的，这边的一个病毒交的有点早，不过还好是能进板区，而白鹿的另外一端的话是不好钻过来，所以这边给了一个1/4的一个状态。也要尽量不要倒在这边啊，还是有个地下室的。第2个病毒也交，再补上一剑，能拆笼子吗？还是选择去在笼子里面绕？对，主要还是刚刚下的那块板，对于他的一个位置上来讲还是比较安全。这弓箭手还是难追啊！他哪怕道具交得很快，但是你2个围龙都拿不到刀，他就不亏。把人给吸过来，
也是成功的去拿到一刀。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一手龙骨弓跟飞轮的一个操作了。蓄力一直给压力，这边也是挂上了4阶度，白鹿选择原地站啊。不过他本身刚刚愿力就不够啊，所以说可以允许你这边往其他地方拉一下，我正好也插个眼。毕竟杨他有一个强的位移能力嘛，他不怕说我原地罚站之后我追不到你。是，而且主要他的一个弓箭的状态，不用放龙也可以倒。对，是的。其实刚才是用围龙把你的路给堵住嘛。然后这一波的话也是打了一个精准的侧刀，不过你看追弓箭手的话，这个密码级进度还是有点快。对，外面相当于是4个人在修，而且本来脸上这个就是救人位，他就是要摇完3段表，再去进行一个救援。而且现在求生者的一个最后的4台密码机是都有安排了，街师开2台，魔师已经在修第2台了。那大副等一下救完人补自己的密码机，这把的话。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对于白鹿来讲。对，因为本身你的技能上也没有办法让他的密码机减缓，只是稍微拖了一下救人位。是的，尤其是这波弓箭手利用化险为夷导进墓地里面的话，你就很难再去干扰到外围的密码机了。他们甚至于说是可以考虑让大副救2波的。或者机械师来救也可以，因为他也多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对对对。魔术那台是稍微的少了一点啊，他们2个人是有一个换位。是的，现在的话也可以嘛，魔师过来救，因为他的一个密码机也差不多了，然后让大副亮完自己的再去进行一个赶路去补一下。这里通缉到了487的位置，所以说直接过来必救。必救，放一个魔术棒，这个不能再钻了。那他还可以卡呀？对，还能拖，因为我现在只掉了1/4的状态。可以看到最后的密码机查半台，白鹿这边再打一刀，那可以是选择给弓箭手进行一个扛刀了。找一个侧边的围龙，不让他进板，那这刀打到了魔术师，对，而且手还有一发龙骨弓。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还有半台啊。对。487可能过一会儿就要倒地了。一个双龙过来，想要打一个拦截，但是被拆掉了。2个人就在卡板，魔术师还有魔术棒，再把这个板子一拍，另外一边小明也来了。这个板好像你不踢的话没有办法追到。密码机只剩最后20，手有底牌，但是愿力的话只有1发笼子。而且小天有的就不过这个没有射中，空掉了。前面飞轮怎么说还是倒了？但是可以按头啊，90的一个进度了。白鹿好像拿求生者没有办法，这边打一个震慑，那就可以亮，直接全部起立。大副再把表一交，只能回头再去追一下弓箭手。对，不过对于白鹿来讲还有点机会啊，因为他手里如果切底牌的话是可以直接切船的。刚才所有人都在他脸上，可惜他没有愿力进行一个挂人呐。现在的话，远端的果冻是乌鸦爆点吗？而且还通缉到了487。是的，这边切技能选择交了一个移形过来，移形过来果冻确实有点来不及走，他前面有地窖，但手里有龙。是的，他是没有飞轮的，那还好，最终也是极限的拦下了界师，拿到一个平局。主要刚刚的话是娃娃在点墓地那边的门，魔术跟感觉喧嚣的节奏点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对，你想要多抓的话，可能还是要靠一些比较稳定的环节。对。其实提到这张地图，我就想到一个角色嘛，就是玩具商，这种大地图能够飞，而且我都能修。这样，宠爱也是直接选在了大门那边。他就不答应吧？他说你想，我非得干扰你这台密码机。主要是你胆子太大了，你选这种危险点，对吧？那我就过来抓一抓。是冲着笑笑这边的一个守门人就来了。但是笑笑很明显没有想在大门这边逗留啊，对，他肯定是要先拉下点的，因为大门的话都是短板嘛，是的，很危险。但是往双11这边的话，小迪会在旁边破译。不过的话，好像宠爱他的一个思路就是奔着守门来的嘛，这是自己选择提前出产，不过还是比较危险啊。前面这个交互的话会上到一颗黑球，那这样的话就剩一个干冰。其实这个窗户就是。如果是歌剧的话，它就比较好，但是呢，一个喧嚣，他就不怕你。哦，这一波的话还给清掉了，打出来，而且，马上双惊喜又好了，隔墙再上一颗，还差一个粘土，他直接上道。对，开出了自己的1阶了。是的，这边笑笑已经是有点被架在这2个长窗。
所以趁自己的一个 CD 好，赶紧喧嚣解锁拉点接之后，这个追击能力就非常强了。对，不太怕你，直接叫移形过来，果断，还让最后一下直接把守门给秒了。对，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干扰到小迪这台密码机。1分钟的一个追击时间还是不错的。不过对于笑笑来讲，他手里还有半个铲嘛，啊，还有一定的拖时间的能力。对，直接想直接逼救了，双金血去上。那气象的话比较尴尬，交飞轮也没有挡掉，但没有清掉这些标记啊。所以说这波还是调动了2个人过来。还好没有吃刀吧，主要是守门的圈被吞，而这个气象学他是没有带化解为夷的。对。那主要你现在在化险为夷时间内交道具也比较亏，所以说还是优先带走。不过还好嘛，这把因为求生者他们是带了3个化险为夷，而且变换钢也没掉状态。如果你后续想让他去再牵制一下，可以让没有化险为夷的人救。一直在用这个粘土板来去减速守门人啊。对，让他不要往远带。对。喧嚣这个角色就比较有意思，别的监管者不让求生者动都是卡位站你前面，那喧嚣是站你后面。哎，我挂个粘土牌站你后面，对吧？一直减速你。这里的话也是挂在地图一个比较角落的位置了。那看一下，奈奈已经贴过来了。我这边用飞身也是有排到一个大概的位置。是的，空中飞转过来的，这边又要无伤救了。哎，但是他没有选无伤救。对。就想着我已经贴近椅子比较安全的身位了，那我他自己也有飞轮嘛？对，而且气囊也在。是的，还是无伤。拖了更久的一个时间。因为喧嚣你贴脸的一个情况下还是比较难去拿到状态的。给打出来。是的，还有一个双球。那守墓人肯定是能够去减员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呢，现在差的也是比较多。差1整台还多一些，有一台76的还迟迟没有补上。那好消息就是，哎，哥3个都是满状态，不用调整，都能扛压。等下我把2台大遗产补完之后，我3个人1人1台，你就不好打了。是的，这边的话手里的技能也不太好交，因为花瓷那边密码机应该也差不多了，很有可能你交过去它就亮了。是的，这样的话一个移形门钻过来，密码机是亮掉了的，而且这边交钩，哎，没上去，被打断了。哎呦，那有点不太一样了。是的，而且这直接被秒了。哇，这个落地有10秒吗？感觉就是一瞬间。那只能说还好密码机开了啊。但是有一个地下室呀。所以说喧嚣的地下室真的是有点难进来的。对。甚至于说你可能拼命进来了之后你也出不去。我小迪这边的话会相对来讲好一点，因为它有层云啊，我可以说不走地面的一个位置，我到2楼去砍。如果想压满救的话，密码机也是能够的。是的，我觉得他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强风给利用好，看能不能去给到喧嚣一个控制。那宠爱也是意识到头上有人，但他也不能上去。上去还是要下来的。真的已经看到了。对对。哎，是跳上去了。好，那就再跟着跳下来。对，因为趁你刚才气象的话没有第一时间站在洞口啊，所以我直接空中飞上去。我现在的话压好了，也不用交道具。但你想病患它是没有回阳反招的，所以说对于求生者来讲还是很危险。不过他们现在是小迪往前冲，然后病患2个人还是不好走，对吧？因为我喧嚣是不擦刀的。对，但是一片混乱之中，小迪还是出来了，而且花瓷这边也出来了。强风吹到了，主要是。对，不过现在就是不太好交自己的一个道具。好像能卡住吗？哎呀，还是倒了。对。那小迪就很尴尬了，他必须要去找一个地窖的位置啊。而且他现在就在脸上，我可以。我直接不挂人，防止给你走地窖的机会。哇，太细节了！出来这边甚至是把这个板区给封住，不让你翻板。这边感觉很难撑住，就差一个焰火。等呗。对。就算病患起了，他也走不掉。而且这边的话，想要先挂病患，因为自己的一个移形好了。但是这样的话是给到小迪一个冲地窖的一个说法，能来得及吗？主要人挂好像还开不了，对，是要一定时间的。对，我的天，完美的计算啊！地窖口已经打开，但是小迪上了先被牵起来，主要还是人淘汰之后这个地窖开的慢。我假装我选一个街是修机的点位，然后开局让你来追我，然后我摸一个小人书，开局就躲。但你打喧嚣的话，肯定是不太能躲的。对，只能说进行一个拉点，然后看能不能牵制了。就看一下，因为其实像飞行家跟杂技的选点应该是比较固定啊，像拉点空间。是的，
这样的话呢，你只能去，如果说你想追信源的话，你只能去选择木屋边上嘛。对。如果说你选择中场的话，我就有一定的拉点空间，而且我摸箱子的话，你也不一定第一时间能够来得及。好，那这个位置的话，他还是想要去往双11动一动的，或者说我追这个陶大师也可以。是的，因为他的话其实拉点会稍微有点限制，我不能往信源那边去。而且主要是陶大师他的一个牵制道具，就等于是没有嘛，基本上就是卡你的视野。这个绵流的话，效果已经是消失了。没错。要看后面那个双重惊喜啊！哎，两个烟炉掉了，把外面的信源给调出来，然后再追。主要信源秀的位置比较近啊，一个回头就看到。很有思路啊！我这把487摸的全是牵制道具。对，又是香水，又是怀表。这难道说真正的猎人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吗？对，我先把你调过来。对啊，他这摸一个怀表，摸一个香水，他没想修机啊。这里没打到，只能去等这个怀表结束。哎，放香水，但没有蹭到刀。哇，好敢翻，交易回速。哇，他这个翻板却有点吓人啊。对，因为如果说打到，很有可能就回不了这个香了。双重惊喜一放，万一打到震慑就吓死了。飞轮一交啊，但是身上还是有一个粘土的，他可能就被架在这个地方了。没错。黏住，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降标记，黄飞飞过来。也没有道具跟飞轮。哇！但这个双重惊喜全躲了，全在走位啊。是的。看一下密码机加起来的话是2台半多一些。时间虽然拖得很久，但是密码机修得太慢了。这边的话把人给换到中场来，你也不好拦截。而且你第一波追击这个陶大师的时候是没有逼出他的被动的，没有把他被动打掉。所以说第一波救援来讲还是会比较稳健啊，你现在不太敢去干扰果冻，很难去打双倒。哇，这边的话，甚至是在被动被打出来之前就把人给掏下来了。所以说你现在追他一刀的话，也只是把他打到半状态，他还是能去补密码机。是的。487是牵制不了，只能选择往角落进行一个倒地。哇，还在走位，还在走，对，还好双重惊喜的话是有点难走的。啊，密码机差其实真的不太多了，就是那台30多的会多一点点。果冻手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他这里选择了直接传。这样的话过来再接下陶大的一个节奏。但是这边其实蛮难牵制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道具跟被动了。空中飞人都交完了，这边好像没打倒。对，双重惊喜第二个双重惊喜也空了，那边信源已经被人给救下来了。难道说这把有点危险啊？感觉这一波过来还是有点急了。这样的话，你没有秒掉陶大的话，那边信源上瓜飞也被放走。对，那他可以自己补状态再补道具了。哇，这一手传送还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呀！这样看，而且他们的第6台已经在兴起了，我脸上这个可以不要。这个时候再摸出一个机械玩偶，我的天！那信儿已经可以去躲在大船了，而这边就算通缉到了487，那他没办法，因为你没有技能了，过不去。对。啊，小天这里就等密码机能够压好贴过来。是的。而且487那边也在往这边贴啊，你如果赶小天赶得太过的话，信儿也能救人。是的，一直在给你压力嘛。对。让你知道我来救人这个方向了，你不得不回去。你不回去的话，等下呢我就真的救了。你现在通缉的效果已经结束了。主要这边也确实逼杂技逼得太远了，那这样杂技远是救不了这个人的。是的，小秒杂技这个位置还差一个红。但密码机是要压好的，就算击倒杂技也可以亮。另外一边人也扯下来了，没有好，手上没有人，而且这把没挽留。487就在原地。这里的话是找到了逃脱大师，看看逃脱大师应该是活不了，但这把要3跑了。他是可以撑到两边门内，因为进度你是暂时管不太了的。是的，
这里的话，而且小明也确实拖了比较久的一个时间了。因为那边缘门开了，感觉只能走一个了。这里挂人，就算传送去找，那感觉小天他也是找地窖去了。对，他的一个走位应该很清楚地窖的一个位置。海边那个地窖点传小门，想拦，思路是对的，但是人已经早走了。对，没有选择点门。那海边那个地窖位置那边2个人先走就行了。这边还有球，你是拦不住了。那这样的话，狼队也是在第2局打了一个6比2。6比2。那这样子给到你的压力就比较入头的话呢，上限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就怕你开不了2阶。主要是因为有像入殓跟逃脱大师这些角色在，很有可能会控你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次数嘛，就是你是可能开不了2阶的。他可能就早反生了，或者说我逃大师把你撞过来，直接和小女孩的体系。尽管是选在了3战，对，那这样其实无论是离小女孩还是入殓都比较远的。他能不能直接追这个逃大师啊？对，我觉得就选这儿了，就追逃脱大师吧。好，果然呢是直接奔着逃大师来了。笑笑这个位置的话比较空旷，前期的拉点全都被宠爱这边看到了。主要是你这个位置很差呀，能够牵制的点就这前面一个板。还有用迷烟炉挡了一下钩子，我先用陷阱把这个交互点给封住了。就你可能也没有注意，我在你的迷烟炉里头放了个夹子，这边有点把他给逼出了迷烟炉的危险。前面这个钩还好进板了，但钩子还在。好，勾过来，你看把这个被动一打，人还是很近，不过还好有个板区。是的。还有一个迷烟炉的一个说法，不过板子都已经下掉了。再锁一个夹子，你还是不敢去翻啊。这个迷烟炉放的很好，它一直是围绕着这个板区的一个边缘，而且一直在卡你的极限视野。对，前面的话可以选择吃一刀去坐车。那宠爱可以先放夹子，让你坐了。对，完了这个车不好坐了，勾过来。拉一刀，因为他是没有飞轮的嘛。对，没有办法冲甲，所以说只能放弃坐车这个想法了。对，但从这边绕的话是要吃闪现啊，感觉这闪现也不是白带的。那逼了闪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牵制时间也，我觉得也可以了。是1分24、5秒。那看一下是小迪欧往这边贴，但是他被通缉到了。笑笑也是把自己的一个位置挪到了2站下，阿慈应该是想过来看他一眼，对他是在这边就看着，我记住你的脸了，然后再配合一下小迪，看能不能上个保险是稳救下来，那后面可以就给反生。那等下一波的话，应该是直接让陶大师去对面，然后他把人给反到鬼板，或者说反到起点。尽量还是让小女孩套上这个花纤维，对，这样可以。牵制肯定要开的，对，不然的话你走不远嘛。那应该是要给他放在，先给他画上，然后再看有没有时间挪一下。是的。哎，但钩子空了，那没有办法把陶大师给勾过来了。是的，而且娜娜看起来是想拖时间的，如果他敲几棍的话，灵柩可以放得更远。甚至于说是可以把你这个密码机给拖起来，哎，但是飞轮还是吃到了这一刀。他主要是撞墙了，对，被墙给顶住了。那这边的话，其实但也空了一钩，走位把钩子扭了嘛，等于说我前面去稳了一刀，不然的话就很危险了。是的。再逼一棍，哎呦，但是倒地了。他是这个棍的前摇导致他这棍没出来，吃刀了。不过这一波也是把笑笑的一个自愈给拖起来了，因为你现在在击倒笑笑，也不用有人来救他嘛，身上已经画好灵柩了，对，就不亏。对。不过这样宠爱是把自己技能可以拖出来，他刚刚是切技能了的。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考虑我先把古董商给挂了，因为你外面这些人都没有状态，你入殓师的话还是个双飞，我把古董商一挂，我还能再换节奏。反正手里的传送是好了的。还通到了陶大师，再过来找陶大师。他有这个化险为也不能上车，这个地方没办法。哇，好难受。主要刚好我挂古董商的时候呢，我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给拖出来，刚好切一个传送过来。是的。那这样的话，淘汰掉逃脱大师之后呢，小女孩的位置还被通缉到了。她跟古董商还是比较需要去调状态，因为2个人都比较差状态。主僧很危险啊。对，密码级差的比较多。有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然后剩下2个人都是半状态。
边想直接赶到奈奈那边啊，奈奈的话也是一个半状态。是的，赶路过来，但没有选择往旋满里面排吗？直接绕了一下，意识到了。他应该已经知道人的一个位置啊，这边也是看到了地上的一个脚印。是的，这样的话选择止戈打一棍，拖些时间吧。对，但是你刚刚飞轮交过了嘛？现在我放夹，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冲夹的。在空地上想走位啊，道具也不多了，只有一丢丢。还是倒了。那古董商的话要上一个2挂。小女孩是换位去进行了一波破译，花瓷已经是贴过来了，但是花瓷就是那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我觉得主要开门战的时候技能也能拖好，有上挂飞，没有回光返照的人，这把求生者感觉很难去保平。对，感觉很偏向于监管那个多抓。对，主要这边入殓古董商下来，它的一个牵制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尤其古董商道具也不是很多，而且花瓷这边还不能吃到一些。哎，想把他卡位，哎呦可惜。只要不吃震慑就可以。是，那刚才如果说被卡住了，那就糟了。那可能要但他现在还得早点救啊，因为密码机冲不到他这个回光返照亮起来，所以提前救了。哎，他空钩了，有点糟。那边上挂飞不追了，想找一下花瓷。如果说他能够在古董上贴到起点站之前解决掉花瓷，还是有机会的啊，毕竟手里有传送。花瓷这边躲钩躲得比较好，一直在扛压，哎，是勾到了，稍微露了点头，飞轮骗走位了嘛？这样的话也是终于击倒，不过另外一边古董商还是差点距离啊。对，现在传过去的话是能拦住的，所以说古董商没有直接冲门了，他是在往鬼屋那边去跑。那这边呢会不会看到一些他的一个位置？直接传了。对，先把小女孩赶走。对，然后门口锁夹子。哦，他可能觉得我要直接回来去防你偷人了。看一下，奈奈已经到鬼屋门口了。人是他是走过来，救下来的，他没有选择是直接甩钩，他走了一半然后再甩钩。那这样入殓他是卡半救的，他可以给到自己灵救啊。但是这边还能自己去反一波，你这个局势又难多抓了，感觉还是得考虑反啊。反了，对你现在就有点两难。你知道奈奈去点门了，但是如果你去管门的话，入殓又直接走起点站。然后先把这个挂飞的人处理一下。对，看会不会考虑去直接管门吧。那古董商点门比较慢，所以说小女孩直接传过去帮他点。这就是小女孩吗？这如果是古董商自己点的话，门应该开不了。但小女孩来了，门能开。但是可能会有钩，断钩了，那没有机会了。哎呦，如果说卡一个比较极限的开门的话，我这个钩子还有机会再勾回来一个。哇，这个失误真的太可惜了。感觉这把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帮的话，就不那么害怕先知的一个一鸟了。我对这个邦邦这个争四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的。主要是觉得我心中的惩戒是一座大山啊。我觉得邦邦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监管选手拿出来尝试。对，确实。跟压力的时候，第一局、第二局上来特别厉害，因为我保平能力也强，争多抓也强，对吧？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是 B4局，那我拿一个邦邦，其实对于球员来讲的话，反而是能够松一口气，他反而是没有那么紧张了。看看他的首追目标是放在哪里，还是要去找先知啊？没有选择去终点。对，因为找其他人的话，感觉就是2、3台的事情了，都太能拉点了。先知的话，现在也可以选择一个拉点，然后去坐车嘛。对，先给你绕这个桥。另外，只能卡我狩猎本能了，对，不能懈怠呀。这个真的这个移速全靠狩猎本能。我好歹现在绕了一圈桥了以后，是已经有这个贴到脸上了。哎，但是这个身位是被骗了，对，往回走了一段。那487一直在往前冲，对，他以为可能先知要跟你停留在板区开始博弈了。本来是很近的，现在的话又拉开，然后现在转到了下一块板。那手里的雷的话是一直没有运动，全躲，这边交鸟翻板。一点办法哇，这样交出自己的一个板弹，而且飞轮也转好了，甚至想接后面这个窗弹，感觉牵制思路这一块太清晰了。
在这边牵制完全干扰不到队友的一个密码机。哎呦，这样的话在桥上想卡视野，发现又让了一些身位，对，只能叫移形了。那这波的话，雷一定要去多命中一点才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萨拉是故意不交这个飞轮，就给你插刀我能转点。后面我去躲远程的一个连雷。对，而且他的板弹又快拖好了，他想玩这个板。哎，这边哎炸到一下，那先遥控雷，没办法了。对，这个飞轮是交的稍微晚了一点。那这样看一下，等挂上以后，密码机也是3台的一个进度了。果冻也贴过来了，果冻也带了这个飞轮跟化险为夷的。那有救的必要吗？看你给不给机会吧。看你逼到脸上的话，对我就救。如果说你贴着手的话，那把这个人一卖，密码机也差不多。对，我看他们的动向应该是要救，不然2个人都来了啊。哎，别看勾过来，哎，直接扯了。什么？一下都没风险，直接救人。对，我天哪！这种人最可怕了，真的。涛哥的胜利这一波是。这种人最可怕了，他什么都不管的，你知道吗？上来就跟我没关系的，我就掏就行了。我震慑了佣兵也可以补上嘛，对吧？我震慑了有擦刀。还是现在的一个优势比较大，所以说你心态就很好。你在博弈上你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对。这样再挂上的话，我觉得这一波因为你已经导远了，可以是考虑一下。佣兵的话本身机动性也比较强啊。他其实就是抓住了你不敢直接出刀的一个心理嘛。2阶响了的话，我觉得球生已经判断出来你的一个大天赋携带了。这边想要给小明一些压迫，但是不好炸。不过淘汰进度有点极限了，等会儿。就是可能就不救了。他这个位置很差，如果不救被遥控雷炸了一下，那可能他就是接下来去2次牵制的那个人。对，实在是完全救不了了。而且主要这几波耗雷耗的比较多，虽然被炸到了一下啊，但是也确实把白鹿这边的一个遥控炸弹给耗了很多了。而且你追这个佣兵，你还不好交移形，你交完移形之后，他还是弹走能拉开的。现在求生的一个密码机马上都要压好了。佣兵状态也很好，你现在雷手里有点跟不上，所以连雷都没有给到伤害。是的。然后在板区抽刀，但是佣兵直接翻板，雷跟不上了，交个遥控，压到一下啊，直接传送过来堵了，80的电击，我不管了。但是果冻这边是病患呀，他是可以直接带走的。是啊，无伤带走以后，反而是白鹿不敢拉走了，我还要一直在这台密码机这等。你想守给你守吧，那你别走了。反正我就在旁边看着，你敢走我就几秒钟修开了。没办法，他现在是被这个密码机给限制住了，因为那边小天他在虎视眈眈的看着，对吧？你敢走的话，我就过来补，2个人就拉扯你。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佣兵也在开心的。是的，这样的话那边密码机要碰到了，而一个气枪还选择上楼，可以交自己的一个道具啊，一个楼梯躲雷，显得招云直接到对面去了，密码机都开了。那2个人就一起往终点冲吧。是的，终点门已经在开了，这把甚至是可以争一个3跑。然后2个人都有道具，你就算交了移形贴身位，他们俩还有可能拉开。有飞轮，有道具，那边佣兵还有搏命。是，就算你在门口捞完人之后，你也不敢挂。主要你没挽留嘛，对吧？是的，手语上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有一个层云，这个云要交吗？直接飞出去，天上飞出去，完全没办法。3出。那这样的话，狼队其实还多拿了一个胜利，多拿了一个净胜。对。那我们恭喜成狼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